現在因為做到了82數，感覺是一個階段。你自己在這段旅程的後面，你會放逗號、驚嘆號、句號還是問號？到現在沒什麼情緒波動了，大概是句號吧，就是這樣做。對，雖然我今年年底想拼1億，對。我叫凱進，我姓郭，然後我之前是物理治療師。我從小本來想當醫生，但考不上。我對化學沒興趣，所以我就也沒有考藥師。一直到了我畢業，我才發現我沒有辦法這樣工作一輩子，因為物理治療師都是體力活，那種中風的、脊椎損傷的，你都要直接用身體去幫他撐住。我有一陣子覺得我真的快死翹翹了，撐不下去。那物理治療師的月薪大概5萬。可是因為健保就這樣，他能拿到錢就這樣，你就只能用時間換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我1年60萬，我不吃不喝40年，2400萬，我能幹嘛？我本來有嘗試問他們，我可不可以換工作？他們就跟我說，你除了這張牌，你什麼都不會。你叫我換到保險業，又要從頭再來過。你叫我就出去自己創業，我還要去店租人事。我還再去扛一個風險，而且我也沒什麼本金，所以我大概只剩操作，同時顧自己的工作，同時又可以操作。我現在已經做到2500了，但我覺得如果回到2000，回到1500，我都沒有差。可是很多人好像沒有辦法接受，就是股票的波動，對，耐受度。因為如果你不是一步一步走來的，你不知道我在幹嘛，你不知道這個就是有波動，你就是抱不住了。就是每個人的承受風險能力不同，但會刷到追劇視頻的還算蠻幸運的。雖然可能有一些還沒成功，但是我可以說應該是算蠻正確的道路了，算蠻正確的。我就是喜歡存錢，從小我們去戶外教學，我媽都會給我500塊。我就是500塊帶出門，500塊帶回來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花。然後15歲補習班上課，然後老師才跟我介紹選擇權。他說他現在就算哪怕不去繼續教書，他也可以靠選擇權每個月有穩定收入，因為他做的是月選，他做的是賣方。但他沒有告訴我怎麼買，他先跟我說你先去讀什麼書，他有去推薦我利弗莫爾趨勢技術分析，他說你要先懂共通語言。覺得枯燥就先讀利弗莫爾，有點像是建立了我早期的心態吧，就是你說的買進買賣都是自己做的決策，不要去責怪市場，不要去責怪任何人，對，因為市場永遠是對的。我也撞牆了很久啊，对，就是你第一筆交易失敗了，然後又去讀了各種技術分析，還學過那個均線交叉，20分差25分，交叉了，買進，結果當天要差不差，買不買？書看完了，碰壁了，那就去找課程。所有市場上會跟你說明天行情怎麼樣的老師，全部被我篩選掉了。那我的工作沒辦法當沖，所以當沖的我也全部篩選掉了。因為我媽也說了，如果那麼好賺，為什麼要出來上課教課？所以那個課程1階、2階、3階、4階的，叫你一路上去的，我也都刪掉了。後來真的是賠了一大筆，我才在2021去上老師的課。我也不是立刻去上他的課，我是先把他所有之前的 podcast 聽完。策略，然後心態跟我当初的物理老師教的是一樣的，我才這是我要的。都沒有講一直都沒有講。對，但是我破產2次，我也沒告訴他們，戶頭剩3萬。對啊，戶頭剩3萬。我那時候從禮拜1到禮拜天都在工作，1到6 12個小時，然後禮拜天早上4小時，我就休禮拜天中午過後，為了拼本金，壓力很大。对，但你也沒別的方法，就重新再來一次，就是自己做錯了，跟市場無關。对，我還是有比其他人好運的地方，我有家裡有住的地方。這就是我的優勢，我好像也沒什麼大筆開銷，我的吃也很簡單，就是一個便當，一個飲料，我一天花不到300、400。在我離職的時候，我媽也很不諒解，她覺得好，
交易很輕鬆，我就買進，白天就去工作。可是我覺得我已經到極限了，全身都在痛。我就跟他講一個觀念，我爸是做建設的，他們公司的董事長從買地到開發到蓋3年，他這3年是沒有收入的，他這3年是一直支出的租金、員工薪水。可是為什麼到最後他可以變有錢人？他把錢投進房地產。我其實在做一樣的事情，只是我把錢投到股市。你追求穩定，注定賺不到大錢。對，所有的不穩定才能去夠賺大錢。對，狡兔有3窟啦。等我賺到一定的錢，我一定會把錢拿去做資產分配，去買一塊地，做個停車場，有個穩定的現金流。現在每個人都說你工作要2份，一份主業，一份斜槓。為什麼？那賺不到錢。你只能透過交易去賺錢，但是你要先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。它也是一門專業，醫生不可能只讀了1年書就去幫人家開刀，他讀了6年去醫院 PGY 去當住院醫師，去跟着主治醫師學開刀，他才會慢慢的從小刀到大刀。所以交易也是一步一步來，先學。但是我蠻鼓勵的，而且要趁早，因為它真的需要時間累積。我累積了10年。